买了块里脊肉，准备做肉松。做肉松的话，这个肉最好是顺纹切。先用高压锅来炖一下。Just a little conversation. 选这个肉松公鱼。我刚才是这个程序进行了2次，一次关盖，一次开盖。我觉得开盖它会水蒸气蒸发的更彻底一点，炒得更干一点。这么一块肉装了2大罐的肉松，太划算了。好了，等一下来做个面包。这次我们来做更柔软的全麦吐司，所以先放冰箱冷藏1晚上，明天再来继续。这个是烘烤前的发酵高度，因为我刚才忘记加那个坚果了，现在在表面稍微撒一点，可能来不及了。再来蒸一点芋头，等一下来做个芋泥，直接用高压锅蒸快一点。坚果里我是放了个芥末，先晾凉一下。再顺便用面包机来炒个芋泥，直接用这个果酱功能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有点颗粒感的，所以大概炒了10多分钟，很细腻了。今天的真的超级柔软，除了整形难看了一点。来做个山寨低卡版的肉松小贝。因为我这个是单层的，所以底部我就不滚肉松。这个剩下的边角料我给它存起来了，下次做一个烤面包布丁。这个是野生的，应该也叫树莓吧，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摘的。好了，吃个简单的下午茶，让我老公做个咖啡。
拉花的话，我就得，有的时候我说拉花的话，我是要先倒咖啡液的。哎，是不是要拿个吸管来，或者拿个勺子来挖？咱勺子拿下，这是怎么样？好看，你试一下。一口咬下去，很满足的感觉。加了芋泥后，整个就是软软糯糯的，很好吃。今天来打个虾滑，加一点胡萝卜，到时候颜色好看一点。虾滑打个几秒就可以了，打得太碎就不好吃了。好了，放冰箱冷藏一会儿。那个春天的话语中你诚实的选择，让我只剩孤岛。这我提前腌的鸡里脊肉，本来是煎着吃的，今天来试一下蒸着吃怎么样？先小分量试一下。昨夜选的我，可连春的眼神，我是你是一定漫长的回忆。慢的你，如冬日寒冷的心，在你手光雨中的你，诚实的选择，让我只剩。闻着这个鸡胸也挺香。好吃的这个。今天米饭挺好吃啊。对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加了虾滑，什么东西都好吃，是不是？你说青菜水煮的能好吃吗？青菜？感觉比炒的好吃。真的假的？应该说各有各的味。一直以来，评论和私信都有很多朋友会问到蒸米饭的问题。虽然现在家里都有电饭煲吧，但有时候可能就1-2个人吃饭，有时候和菜一起蒸1-2碗米饭，好像也更方便一点。所以这次特意测试了10几20碗米饭，来把这个蒸米饭的事情具体量化一下。
蒸米饭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但这个视频我就想尽量说的详细点，确保大家都能蒸出好吃的米饭。首先是选择合适的容器，我试了下浅的长口碗和深的炖盅，出来的结果我感觉差别不大，上下内外都是比较均匀的。所以容器大家就用平时一般的米饭碗就行，只要是耐高温的，像不锈钢、陶瓷、高硼硅玻璃的都可以。然后是洗米，我试了下淘洗2次和淘洗多次到清澈状态，这个口感我个人觉得并没有明显的区别，所以大家可以随意，我是一般淘洗3次。接下来是加水，加水量是会比较影响口感的，我试了1:1到1:1.2的加水量，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口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50克的米，加水量可以在50克到60克之间调节，这个其实是比我们平时煮饭的水要少的。具体要根据个人喜好和米的吸水力去调整了，我个人是更偏爱1:1.1的。可以前面几次用厨房秤或者量杯量一下，找到自己喜欢的口感，以后熟练了就直接目测就行了。加好水后再来看一下要不要浸泡，我试了浸泡和不浸泡，好像是浸泡过的更软糯一点点，但区别不是很明显。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情况去安排，有时间就浸泡下也不亏。如果要浸泡，那一定要在浸泡前加水，浸泡后就不要再调整水量了，会调不准。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。那我是用蒸烤箱，这里要提醒一下，最好是用烤架去蒸，这样可以让里面的蒸汽更好循环。我这台是纯蒸模式，100度蒸25到30分钟。单蒸一碗的话，1.1倍水，25分钟也可以熟了。但有些蒸烤箱可能容量要大一点，或者如果同时蒸其他菜，那就最好是蒸到30分钟。因为我以前跟菜一起蒸的视频里，经常中途加菜，就有很多网友问这样会不会夹生，其实是不会的。像我上个视频就分别在15分钟、25分钟的时候开盖加菜了，但最后的米饭也非常好，没有夹生的情况。那这样一碗米饭就蒸好了，其实跟电饭煲的步骤是一样的，只是从锅换成了碗，加水量和时间自己把控下就好了，真的非常简单。如果没有蒸烤箱，那也可以用普通蒸锅，因为我家没有传统的那种蒸锅，所以我就用小电锅试了一下，也是50克米55克水，小电锅容量比较小，蒸个20分钟就好了。或者电饭煲也可以，电饭煲内胆里加水，然后把米饭碗直接放进去，用快速饭模式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比较适合1人食。那有人可能会问口感怎么样，我一直觉得决定米饭口感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米本身，至少我自己这个米蒸出来我是觉得挺好吃的，粒粒分明，具体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。我还试了一下蒸杂粮饭，杂粮泡了1天1夜后跟白米混合蒸，但蒸出来的口感我觉得不是很好。建议如果喜欢吃杂粮饭的话，还是用电压力锅比较好，不用浸泡，直接煮就行。口感软糯香甜，如果一次吃不了太多，可以分装冷冻保存，需要吃的时候再用微波炉加热5分钟，或者蒸锅蒸箱蒸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杂粮饭冷冻后也是非常好吃的。白米饭也可以加一些食材让它变得更健康，比如加一些可以与米同熟的豌豆、蚕豆、毛豆、玉米粒、玉米茶、根茎类的红薯、紫薯等等。但是记得加了这些含水量的食材后，一定要适当减少水量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拜拜。